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吧？除非我死，否则你休想！你以为我不敢？你们干什么？把刀放下！撤。哎呀，和大汉的高手过招，果然有点意思。不过怀护卫，下次可要记得把衣服穿好了再打。走了。打扰公主了。哎，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过段时间就要发议政。不，其实他是个聪明人。对不起啊，怀大哥，我替那个疯子给你道歉了。公主，别这么说。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恶意的。他到底要做什么呀？公主不必多问了，人生如棋，各自走好各自的那一步就够了。不是自己的，不多想，不想也就没有烦恼了。阿彩，来了。你伤得厉不厉害？我帮你上点药吧。公主，不必了。小伤，不厉害。不管伤成什么样子，总要上一些药膏才是。公主，不劳烦你操心了。怀大哥，让我看看。公主，真的没事。属下告退。你把药给他送过去。好，你放心吧。我乌孙上承天命，至今100有余年，所赖皇天佑护，军民一心，风调雨顺。今北有匈奴，东临汉庭，轻易盟好，永结安宁。国之习俗，以上为尊，须敬天地；以长为尊，须孝父母；以左为尊，须明大小。希冀左右夫人互敬互爱，母仪国邦。匈奴韩国右谷李王之女胡姑，貌美体健，英气勃发，封左夫人。大汉天朝公主解忧，端庄贤良，温婉和蔼，封右夫人。孤才博德浅，蒙上天眷爱，有邦不弃，竟得此2位佳偶，不胜感激。唯愿夫妇同心，择爱足邦，何乐不享？坤敏英明。你去挑几样贵重的东西，给大汉公主那边拿去，就说是我送她的贺礼。喂，左夫人那边也一样吗？啊，她那边就不必管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倒是提醒我了，胡姑送来那2只人参，你也分1只给解忧拿去吧。啊，恕老奴多嘴。当日解忧也在场，如此这样，您觉得合适吗？他若是个明白人，便会知道我的意思。去吧。解忧，太后送你这个人参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她想安慰我们一下？上来。阿彩，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在戏班子的时候，生活的无忧无虑的，自由自在的，多好啊！就是那个时候，咱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猜谁的心思吧？现在不一样了，
我想太后送我这颗人参是想告诉我，虽然我是右夫人，但是我和左夫人胡姑一样尊贵。她是想平衡一下，看一方得势，她就站到另外一方。哼，那也太小看我解忧了吧？嘘，人心怎么可能用人参来收买呢？真累啊。解忧，夫人深夜未眠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解忧有一事不明，想跟昆明当面请教。哦，好啊，说来听听。3个月前，你派使者去长安面见皇上，说细君夫人亡故，国不可一日无母。皇上念君情真赤诚，所以怕我前来和亲。谁知道胡姑比你先到，是吗？我说夫人，我堂堂乌孙之主，难道只能有夫人一个女人吗？解忧不敢独享昆明一人欢宠，只是言而无信，不知其可。既然先向大汉求亲，怎么可以先跟别人成亲呢？那不是因为你没到吗？所以那天我只能娶了胡姑。要怪的话，只能怪你自己了。结婚又不是赛马，谁先到谁先得。既然如此，还要婚约有何意义？纵使奸贤，不改初衷，才是盟约的本意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咱们今天先不聊这个行吗？大婚之日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？你为何还要纠缠呢？解忧不是一个贪慕虚荣的人，只是深系国族荣辱，不可退让。你昆明，请你收回今日册封。我乃大汉和亲公主，怎可屈尊他人之下？放肆！公主莫非欺我乌孙国小，不敢动你这大汉公主吗？那你是欺我远离故土，要杀我这手无寸铁的弱女子吗？那姑问你，你到底是要你这条命，还是要左夫人之名？可以都要吗？姑要说不给呢？那我就自行了断。哎，干什么你？拿来！宫里宫外，你们没一个让姑省心的，不是想威胁我，就是想勒索我。你想要名分，他要权势。要不这样吧，姑把整个乌孙都让给你们，啊？解忧，我问你，你真的那么想当这个左夫人吗？对。那你说说，你从未行过夫人之事，有何颜面，要这夫人之名？说。翁归将军，这吹的是什么曲子啊？这是一支汉人曲子，叫做《幽兰》。幽兰，好美啊！难怪吹得这么动听。
是在思念哪个比塔娜还要漂亮的姑娘吧？傻丫头，哪有什么比你还漂亮的姑娘？少逗我。塔娜是不知道翁归将军在思念着谁，不过塔娜知道，如果有人这么思念我，我死了也甘心。傻丫头，别想多了。总有一天，你也会碰到这么一个人的。早点睡吧。他们都说您是浪荡公子，每隔几日便来塔娜这里休息。可是他们都不知道，您从未上过我的床。塔娜不明白，您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到底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也许是时候该离开了。左夫人宫里张灯结彩，人人喜气洋洋，热闹了好久。常山西侯那儿呢？一切如常。他们之间有没有勾结？没有。看来最近他们不会再往这儿派刺客了。应该是这样。右夫人那边有没有什么情况？没有。你确定没有？哦，属下想起一事。前晚，翁将军来过。他来干什么？说来好笑，翁将军那晚喝多了，去找那个汉朝大将比剑，二人一通乱战。哦，那谁赢了？自然是翁将军赢了，还把对手脖子都刺破了。右夫人没管管？右夫人听见动静之后，叫骂着就出来，谁知道翁将军跑得更快，右夫人还没到他的面前，就早已不见踪影了。我这个弟弟啊，从小到大就爱胡闹。别管他了。哦，对了，左夫人那边也盯紧了，所有往来的信件都要彻查。属下明白。把右夫人那儿的人都撤了吧，也该让你的人歇歇了。我等誓死效忠昆弥，不怕辛苦。不用了，左夫人现在春风得意，不会再加害右夫人了。你的人也该休息休息了。昆弥真是用心良苦。我这一份用心，恐怕也只有你能明白。好了，太晚了，你回去吧。喂。夫人，有劳夫人了。
昆明，我初来乍到，有很多规矩都不懂，所以你不要生我的气。昨日我顶撞你。好了，不必再说了，全都过去了。昆明，翁归殿下求见。哦，让他进来吧。那我……哎，你去哪儿？坐下，帮我倒杯水。解忧先行告退。哎，坐下吧。王兄和右夫人这一大早上就琴瑟和鸣，相敬如宾，简直是羡煞旁人啊！你呀，夜夜笙歌才叫人羡慕呢。王兄姐别开我玩笑了，我就是夜夜笙歌腻了，来向王兄你讨个差事。哦，想做什么差事？我想远去边境，为乌孙戍边守疆。你有这个志向，当然好了。不过，作为乌孙王族，突然出现在边境，会让邻邦猜忌啊，不妥呀。王兄，哎，别说了，你跟我说的我都记下了。一旦边境有战事，大将之位非你莫属。谢谢王兄。哎，你先坐下，正好有另外一件差事，我要让你去做。王兄，请说。大汉送金团近日就要离开乌孙了，你去帮我送送他们，顺便清点一下回礼。是。加油啊！好，你也一块去吧。孤人远去，离愁多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文贵，到时候你可要好好照顾你的嫂子。请王兄放心。昆明，这么晚来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有件事我想问问你。何事？你一个汉人女子，身上怎么会有我乌孙的佩刀呢？那日，解忧遭歹人绑架，温归前来保护，他怕我没有东西防身，就把这把匕首交给了我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你更应该好好保管才是。不过，以后保护的事就交给我吧。时候不早了，就寝吧。不说话。你看眼前这片景色多美啊！上苍为我们创造了如此的美景，还有什么是不能满足的？你要记着，在这片草原上面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。
自由永远是最重要的。有什么心事，不用憋着。以前我总是不明白，这世间为何有你这样的男子，大大咧咧、马马虎虎，什么都不怕。直到来到这片草原上，我才明白，原来你和这片草原是一样的。你这是在夸我呢，还是在骂我呀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你一样，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。我说过，只要你愿意自由，我会放弃这一切带你走。我已经嫁给你哥哥了，我现在是你的嫂子。谁呀？若是能找到翁归，问一问，也许还能知道更多宫里的事情。要不，我去帮你问问翁归殿下。怀大哥不是说了吗？根本找不着他人。你还真信他呀？被他骗了都不止一回了。哼，好了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右夫人，汉商冯辽求见。冯辽参见公主。冯辽，啊！快进来。冯大有钱人，你怎么有时间来看我啊？陆虎母呢，命人采办了一些野生芽草，我给她送货，顺便来看看你。听说昆弥让你做了右夫人，你可真会聊天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阿才，去倒水。我去倒水。昆弥的安排，自然有他的道理吧。几日不见，公主似乎成熟了挺多。其实我本是个不认命的人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被选为和亲公主之后，突然变得越来越软弱了。这是好事儿。好事儿？说明公主成熟了，懂事了，长大了。公主，你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吗？每天都在习惯，每天也都不习惯。怎么了？最近有一件事情
让我很彷徨。我老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，老觉得有人跟着我。啊，有这种事儿啊？昨夜那个人似乎又来了，我跟出去，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人，结果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现。不过那个人留下一样东西给我，你看。这是细菌公主之物。什么？3年前我亲手采办的，绝对没错。如果这只簪子真是细菌公主的，为什么会在这个神秘人手里？那她留给我又是什么意思？3个月前，我听说细菌公主死得蹊跷。天哪，那会不会是细菌公主的鬼魂回来了？细菌公主是上一任大汉的和亲公主，就算是鬼魂，也算是我的姐妹，不必害怕。是不是还没有祭拜过？完了，一定是细菌公主怪罪我们了。来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去拜她，怎么办啊？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也不迟啊，现在去。公主，属下觉得咱们这么擅自出宫去祭拜细菌公主，实在不妥。有何不妥啊？公主，我知道我这么说你肯定不高兴，可这是属下的职责。怀大哥，不要总把我当孩子。我没有，是昆明。拜见昆明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回昆明。最近，右夫人寝食不安，身体不适，想去祭拜一下。祭拜谁？去细菌公主。昆明，此事决定突然，没来得及向昆明请示，请昆明恕罪。昆明，这是属下的主意，只是希望右夫人能够早日把身体养好，替昆明担下子嗣。如有不妥和得罪的地方，还请昆明恕罪。早去早回。这。走吧。公主，这就是细菌公主之墓。细菌姐姐在上，解忧今日前来祭拜姐姐，望姐姐在天之灵保佑解忧化险为夷，平安无事，保佑乌孙和大汉同心同德，永结联盟。阿彩，走吧。
谁？谁在哭？你听错了吧，公主？我们赶紧走吧。我也听见了。先别说话，我们分头去找。公主，都找遍了，确实没有人。姐姐，解忧先行告退了，改天再来看你。姐姐若是在天有灵，听见妹妹所言，若是有什么冤屈，尽可托梦给我，我一定为你鸣冤。解忧，我们早点回宫吧。阿彩，阿彩，来了。方姑娘，为何从墓地回来之后，我更加心神不宁？是因为那奇怪的哭声吗？这一路我一直在想，这神秘人为什么会留下细菌公主的簪子给我？留下簪子的人，肯定在暗示什么。暗示着什么呢？后宫不比其他地方，每个人笑脸迎人，其实暗藏杀机。别看这个簪子表面华美，也许是个杀人利器。杀人利器？细菌公主的簪子代表着细菌公主，而细菌公主的死因又格外的蹊跷。我行商这么多年，也听过不少传闻，说细菌公主死的时候怀有身孕，连昆弥见她最后一面的时候，她都说不出话来。啊！天哪，这也太可怕了！解忧，你可得当心点儿。这后宫处处明争暗斗，为的都是争宠二字。我若不争宠，就不会招来杀身之祸。可我若真的不争宠，这大汉和乌孙的联姻又失去了意义。我到底应该自保，还是应该完成我的使命？细菌公主一定是选择了后者，所以才招来了杀身之祸。昆弥驾到！昆弥，昆弥，今日解忧去细菌公主之墓祭奠，我想问问昆弥，莫要更顾提细菌之事。解忧有一事不明。我让你别提细菌之事，你听不懂吗？解忧知错，这事儿不怪你。孤曾经下令，乌孙上下不准任何人提细菌之事。今晚夫人，你就先自己睡吧。
偌大的乌孙，竟找不到可以交心的知己。所谓的夫君，也还恋着旧人。或许只有他，能告诉我细君的故事。昆明，大元密使送来急函。大元的主战派一听说我跟匈奴和大汉和亲，就蠢蠢欲动，在边境增加了10万兵力。那这不正是把翁归将军派去戍边的大好时机吗？不行，派他去戍边，就是把兵权交给他。把兵权交给他只是表面，但其实质是指他到边关远离都城。他离都城越远，离皇位就越远。翁归将军已经待坐塔纳房中1个多时辰了，究竟在想什么心事啊？就算你不说，我也能猜得到。有你这么个红颜知己，是我翁归的福气。我哪算什么红颜知己啊？顶多是在翁归将军闷闷不乐之时，提供一个清静的场所罢了。红颜知己嘛，应该是可望而不可求，可遇而不可及的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旧伤。哎呀，这最痛的和最难愈合的就是旧伤了。翁归将军说什么呢？没说什么。阿彩姑娘，我家将军一大早就远去戍边了，不知你有何要事？戍边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殿下走了有多久了？大概1个多时辰。1个多时辰。谢谢小屋，阿彩告辞了。阿彩，这解忧她怎么了？公主没事儿。没事儿，没事儿就好。是我自作主张，听说昆明派殿下去戍边，所以特意赶来送行的。是我自作主张，听说昆明派殿下去戍边，所以特意赶来送行的。难为你有心，多谢了。你家公主她……公主慵懒，出宫又多有不便，所以叫我来代替她以表心意。阿彩，从今往后，公主要拜托你好生照顾了，多谢了。照顾公主本来就是阿彩的分内事，将军又何必多礼呢？你家解忧公主她安好，我才安心吧。要是公主也能对殿下有如此用心就好。阿彩，你要知道，从今往后，解忧是乌孙的堂堂右夫人。可是谁都知道，殿下之心所属正是我们家公主。难道你们赴乌孙途中双双消失？你身为公主的贴身侍女，应该知道什么话当讲，什么话不当讲。今日之事，言之于此。殿下，早点回去吧。
公主可以用晚膳了。阿才，今天一整天都不见你人影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去看戏了。出宫看戏吗？听左夫人的侍女说，都城来了一个汉人的戏班，我没忍住就出去看了。你最好别再这样了，至少应该跟我说一声啊！左夫人的侍女，传到左夫人耳朵里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好了好了，阿才知道错了。你是又要教训我吗？阿才，你坐下。阿才，我们俩从小一起在戏班子里长大，情同姐妹，对吗？所以在吴孙，你也是我唯一的依靠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为什么刚才你跟我说话的时候，让我感觉到你心生厌恶？公主多虑了，阿才不敢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可以不用叫我公主，还是叫公主吧。现在越叫越顺口了。公主赶紧用晚膳吧，一会儿该凉了。你怎么了？最近怎么变得怪怪的？阿才没有变，是公主变了。阿才告退。臭小子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是等我送你上西天吗？死到临头还有心情开玩笑？1对1，我要跟你决斗。决斗？就凭你，你是真活得不耐烦了？废话少说，这次决斗跟匈奴吴孙没关系，是我们2个男人之间的事儿。来啊！
你输了。保护将军！保护将军！保护将军！我一律从不趁人之危。今日你有伤在身，放你一马。他日战场相见，必取你性命。公主，我又看到那个人了。还是那个神秘人，他又来了。谁啊？谁？我去。谁啊？没想到是我吧？吓死我了你！吓什么吓呀？大白天的。啊！我刚才跟公主又看见那个神秘人了，还以为是你呢。公主，看来你祭拜完那个细菌公主，她的魂魄还是来缠着你啊！哎呀，你少吓唬我了！我都告诉她了，有时候托梦给我，她才不会像你这样呢，装神弄鬼吓唬我。就是，公主啊，你别在意那个神秘人了，你越在意他，他就越来吓唬你。等你不关注他的时候，他就出现啦。说的也是。公主，这次我来是要告诉你，太后病了，你是不是应该去看一看啊？病了？嗯，不知道啊。那我明日一早便去吧。嗯。解忧给太后请安。太后万安。哎，免礼免礼，快赐座。谢太后。太后身体抱恙，有人竟然不闻不问。太后卧床3日才来，难道这就是大汉重阳的孝道？姐姐说的对，解忧知错，请太后恕罪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算了，我是疼痛难忍，所以也不愿意见人。听闻太后患的是风湿，所以解忧特意请大汉的国医，想用汉医替太后分忧。减轻太后的痛苦。大汉的国医，难得妹妹有心呢。太后要不要传唤？我用的太医已经跟了我几10年，都很难医治我这风湿的顽疾。大汉能有什么神医？乌孙虽是小国，但国医的医术也不输汉医。太后误解了，解忧的意思不是怀疑乌孙国医的医术。也并非诋毁乌孙国医对太后的忠心，只是恳请太后试一下汉医。太后长期使用一种药方，体内难免形成相斥之力，也许换一种药方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你的意思太后都明白，可是太后的意思，你好像不太明白。
请左夫人赐教。太后的意思是，我们不相信汉医。左夫人真是聪明啊，才来乌孙半个多月，已经会揣测太后的心思了。难怪太后这一病，后宫就只听左夫人传圣旨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时候假传圣旨了？左夫人息怒，太后身体抱恙，需要静养。你这么孝顺，不应该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呀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都不要再争了，退下，都退下。喂。太后，随解忧入嫁乌孙的国医叫奕硕，是汉帝钦点的大汉第一女国医。由此可见，汉帝对奕硕的信任。按大汉的传统，医术向来传男不传女，此人却被封为国医，可见医术高明。解忧的心意，我自然是明白，但我从来不看汉医，你也就退下吧。烦请太后斟酌。今天又让那个胡姑占了上风，真是气人。好了，图一时口舌之快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解忧，你总是这样，以后吃亏的肯定是你。好了，你没听说过吗？吃亏是福，所以呢，亏吃的越多，对我越好。哎，你是谁啊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把进贡给皇太后的药材给撒了。药材？阿才，你去问问奕硕，咱们有没有这样的药材，速去速回。嗯，好。谢谢夫人。不用害怕，要是我们有的话，你就拿去用好了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您是左夫人还是右夫人啊？我是右夫人，解忧。你就是大汉来的解忧公主啊！我常听我哥说起你。你哥哥？哦，我哥哥是常山西侯。就是他和小苍兰把你接来乌孙的。你是常山西侯的妹妹？嗯，我叫阿依娜。那小苍狼又是谁啊？小苍狼就是翁归将军。翁归？嗯，为什么叫小苍狼啊？我从小就这么叫他。你们从小就认识？嗯，按你们的话说，应该算是青梅竹马吧。可是吧，我哥不太喜欢他。是吗？我哥也不太喜欢你。不喜欢我？他说你性格古怪，阴险多疑。反正吧，他把你接来之后，说了你好多坏话。哦，你哥哥这么讨厌我啊？可我不讨厌你啊。反正吧，我从小就跟他唱反调，他讨厌的我都喜欢。那你也喜欢小苍狼吗？小苍狼整天出去沾花惹草，我才不稀罕他。那你知道小苍狼在哪儿吗？他被昆弥派去戍边了。戍边？很远吗？都走了2天了。公主，这种药材咱们有，医硕说是治疗风湿的珍贵药材。太好了，快带阿依娜去拿。阿依娜，阿依娜，去吧。多谢右夫人。走吧。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。什么？她是常山西侯的妹妹？那你还把咱们的药送给她？你知不知道那个药材有多珍贵啊？她是她妹妹，又不是常山西侯。再说，就算是常山西侯，我们也不能不救人于危难之中啊。解忧，你总是这样。常山西侯来迎亲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他不是个省油的灯。进宫之后，他果然是亲匈奴的那一派吧？哎呀，好了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，也没有绝对的坏人。要知道，在后宫树敌可是下策，要是能化敌为友，
对我们岂不是更好？在皇宫的时候，皇上就派最有学问的大臣教你礼仪诗书，你不是说听不懂，就是学不会，好嘛？现在倒说得文绉绉的一坨。好了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一国一道，快请他进来。国医易硕拜见公主殿下。快起来。谢公主。坐。今天我去给太后请安，我想用针灸治好她的风湿顽疾，可是太后好像不太相信汉医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让她试一试你的医术？治病易治，人心难改。什么意思？要想治好太后的风湿病，最佳疗法就是针灸。但我听说太后最害怕针灸，因为2年前，细菌公主带来的医官用针灸治死了国舅，此事成为一块心病。宋国医真的治死了国舅？此事也很蹊跷，宋医官也被处死了，但我看了他留下的资料，并没什么不妥。如果有人要陷害宋医官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可是此事久远，已无从考究。眼下最要紧的事情，还是要消除太后对针灸的偏见。公主说的对，但这很不容易。易硕，我想学针灸。公主慎重，针灸不易学，而且要付出太多代价。你是开国以来悬壶济世的第一女国医，你付出的代价，难道比我学针灸要少吗？一说是民女，公主却是金枝玉叶。什么金枝玉叶呀？我们以前都是跑江湖的，同为女儿身，你可以成为第一女御医，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成为第一个会医术的和亲公主呢？事在人为嘛。那最短时间内学成，必须要拿自己施针。拿自己施针，我不怕，只要能学成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喂，一说这就去准备医书。公主告退。解忧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乌孙的雨季是不是快到了？也不知道乌孙的雨季是不是和我们关内的雨季一样，让人忧伤啊。来，慢点，将军。将军伤得这么重，突遭匈奴大将义律，2人执意决斗，谁知牵动了将军的旧伤。快卸甲疗伤吧。别动！哎，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啊？你到底是不是女人呢？下手那么重！你再说一次！将军，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进针的时候，
用左手固定，然后用右手这样将针刺入，就像我这样。夫人，常山西侯的妹妹阿依腊求见。她怎么来了？不会是又问咱们要什么名贵的药材进贡给太后吧？就算是，那也不能避之不见呀。好人都让她做了。好了，别那么小气啊！快让她进来吧。阿依腊，快来。拜见右夫人。坐下。怎么，右夫人病了？啊。阿彩姑娘是怕我把右夫人偷学针灸的事儿说出去吧？你真是个小机灵鬼，骗不了你啊！我知道右夫人一定是想偷偷的给太后一个惊喜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那你发誓？发誓。这姑娘年纪轻轻的，还知道汉医的针灸。我是跟熹君公主学的。你见过熹君公主？我还问她借了好多汉书呢，可惜还有好几本没有看完，她就走了。她还送了我一幅字，是她自己写的《悲愁歌》。悲愁歌，你记得歌词吗？吾家嫁我兮天一方，远托异国兮乌孙王。穷庐为室兮毡为墙，以肉为食兮烙为浆。居长土司兮心内伤，愿为黄鹄兮归故乡。好凄凉。右夫人可千万别说出去，我怕被昆明知道了会不高兴。昆明不知道他的女人内心很愁苦吗？我觉得吧，他就算是知道，也会装作不知道。你平时也看汉书吗？我还偷偷学过汉医。我以前用汉医治好过母亲的风寒。若是乌孙多些像这样的姑娘就好了。是啊，要是你哥哥也像你这样，就可以劝一劝太后了。我哥哥啊，其实吧，我哥哥没他们说的那么差。他们是谁？就是小苍狼他们。看来阿依腊是一个帮哥哥的好妹妹。才不是呢，我就每天不气他一下，就好像一天没过完似的。你今天到底有什么事啊？你不说我都给忘了。跟我来。哎，咱们也去吧。你看，啊，西极马，喜欢吗？我养的西极马。喜欢。天马来兮从西极，经万里兮归有德。皇上作诗赞美的就是这西极马。送你了。送给我？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怎么好意思啊？因为你当时把珍贵的药材送给我了呀，免了我被哥哥责罚。当时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你，回去想了想，觉得送给你我们乌孙的西极马最合适了。你这小丫头心思真是细密，谢谢你，我收下了。阿彩、易硕，你们先回去吧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带他熟悉一下我的宫殿。真是匹好马。他这是哪儿学的功夫啊？皇上教的。你们大汉的皇上还有这本事？走吧，驾！哎，冯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公主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大事了吗？左夫人在宫里四处散布谣言，说你让汉医给太后治病是想借机毒害她。你听谁说的？我刚才送医料的时候听他们议论的，所以赶紧过来告诉你。昆明应该不会相信的。昆明有令，从今日起，右夫人搬出寝宫，住木塔长道。
木塔长道。木塔长道在哪儿啊？在都城北山后面。都城的北山，冷宫。鱼。华殿杀，怎么了？公主出事了。什么？阿才，你看这天是不是要下雨啊？看来我们是躲不过这场雨了。这乌孙的雨季果然是来了。无辜这招实在是太恶毒了。这女人真是可恶！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公主这次趟的是浑水，跟昆明肯定解释不清，看来只能依靠大汉来威慑昆明了。可是昆明最恨的就是被要挟，这么做合适吗？公主即将人头落地，救人要紧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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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忧叩见昆明。知道为什么让你来这儿吧？知道，因为昆明听信了谗言，以为我要杀太后。太医说，太后是因为服用了阿依腊进贡来的温补药材才会发病。阿依腊，我从小看着她长大，她从不会撒谎。她说这些药材是你给的，是事实吗？是事实。那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的药材原本是没有问题的，也许太后在服用药材的时候，同时进补了一些相冲的药材，所以才会这样。你是怀疑太后用了20-30年的太医有问题了？我可没这么说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乌孙虽小，但赏罚分明，尤其是后宫，更加严苛。如果解忧有意而为之，我甘愿受罚。可是此事蹊跷，还望昆明明察秋毫。不用查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太后有什么3长2短，你就是弑母之罪，到时候就要把你斩首示众，以儆后人。自己在这儿好好反省吧。明明就不是我做的，查都不用查，就给我定罪了。解忧，现在怎么办呀？能怎么办？等死。小小乌孙，成婚不到1月，就把大汉公主打入冷宫，岂有此理！传我的命令，整兵3万，挺进玉门关。随时待战，以防公主不测。大人，此事要不要先上奏皇上？我会找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上奏皇上。诺。这个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啊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儿？烦死了！怎么？才3天你就受不了了？你不觉得吗？这儿有这儿的清静。只有你会这么想吧？这可是冷宫啊！我觉得这儿挺好的呀，只有你和我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而且我可以潜心的学习针灸。解忧，冷宫潮湿，把衣服穿上吧。还是阿彩对我好。
你呀，也就是你才能想出这个理由来说服自己。都怪那个阿依了，你要是早听我的，就不会到现在这样了。不能怪他，你还帮着他说话。阿彩，看人要看人的好处，要都像你这样的话，还怎么交朋友？以后你还敢相信谁呀？是，就你善良，就你懂得多，吃亏的永远都是你。吃亏是福。右夫人，右夫人，你还好意思来？我们的药根本就没有问题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也想知道到底是谁在汤药里动了手脚。右夫人，对不起，右夫人，让您受苦了。没关系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用迷香把门口的守卫给弄晕了，估计他们1个时辰之后才能醒来。我们赶紧逃吧！哎，坐下。我们肯定不能逃。如果这个时候逃走了，岂不是我们承认做错了事情？我要昆明自己把我放出去，还要给我道歉。道歉？姐友，你疯了！昆明怎么会跟你道歉呢？没有做错事情就是没有做错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右夫人，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有啊有啊，你说。你帮我跟易硕要几本医书过来，好吗？这个简单。还有呢？右夫人，其实我心里愧疚得很。没什么好愧疚的，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治好太后的风湿顽疾，让她不必再受病痛的折磨，昆明就能信任我了。那右夫人，我现在就去找易硕拿医书。先告退了。你真的相信他会帮咱们吗？我宁可相信啊。太后的疼痛减轻些没有？的确是好多了。看来我父王的药确有奇效。不过，御医吩咐此草药的药力很猛，年轻人还可以，像我这年纪，最好不要连服3日。御医说的是。前几日，大渊给我父王进贡了延年益寿的仙草，我父王让我献给太后。有劳单于还想着我。匈奴乌孙本是一家。太后，昆明来看您了。哦，让他进来。母后，拜见昆明。孩儿给母后请安。哦，快请起，快请起。赐座。母后今日气色不错，好些了吧？好多了，疼痛缓解了，睡眠自然就好了点儿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你把右夫人押到木塔长道去了。是，这次孤必须惩罚右夫人，以儆后人。解忧虽然有过失，但也不至于用极刑。惹恼了大汉，对我乌孙并无好处，莫要自找麻烦。是。太后宽厚仁爱，虎姑敬佩不已。可是右夫人恃宠而骄，一向轻蔑乌孙，还有谋害太后之嫌。难道太后这都要忍？我身为乌孙皇太后，就要处处为乌孙子民着想，而不能为图一己之快，解一己之恨，谋一己之利，而做出伤害我乌孙百姓的事情。你也要记住这些。你身为左夫人，乃乌孙国母，就要处处为乌孙子民着想。是太后。夫人，夫人，您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常山拜见左夫人。出去。左夫人，太后不治那个贱人的罪。小侯正是为此事而来。小侯认为，左夫人需要再忍耐些时候。你懂什么叫此消彼长吗？再忍下去，我左夫人的名号都要让给他了。小侯明白，但是夫人现在急不得，
咱们现在确实拿解忧没办法，咱总不能给太后下毒吧？下毒？好啊。哎，左夫人，我就是随口说说，这可是大逆不道啊！你话一出口已经大逆不道了，怕什么？给太后下毒，栽赃给解忧，太后死，昆明圣怒，必然处死解忧。乌孙国丧，大汉记仇，一举两得，岂不完美？左夫人，小侯该死，这事儿万万使不得，请左夫人三思啊！起来。成大事者，岂能瞻前顾后？长生，在。你已经下不了船了，该怎么做，自己清楚。你是谁？你不是宫里打杂的宫女吗？从来没有见过你说过话，你是哑巴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西女，西女，翊君公主的簪子，是不是你给我的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昆离驾到！你怎么进来的？你还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没有了。真没有了？嗯，真的没有了。啊！怎么了？怎么搞成这样？为了能让太后早日摆脱风湿顽疾，我用自己施针，只是为了让太后相信我们大汉的医术，对她的风湿疼痛有疗效。我绝无加害之心，请昆明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让太后相信我汉医针灸的疗效。我本来是不相信你们大汉的针灸之术的，不过你的话倒是引起了我的兴趣。我倒要看看，你大汉的针灸之术到底有多神奇。一定不会让太后和昆明失望的。